大家好，我是 Living Sk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每年从10月份开始到圣诞节期间，市场上就堆满了火鸡。火鸡是属于高蛋白、低脂肪的动物性食物，它的营养价值极其的高，而且它的价格是非常的低廉。我们要不吃它1-2只火鸡的话，这个都对不起这个价格了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卤火鸡。说是卤火鸡，但是因为火鸡的白肉部分缺油，而且那个肉太厚，它是不适合来卤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卤的也就是鸡翅和鸡腿。白肉部分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吃，这就是一鸡两吃。鸡胸部分我会做成烤火鸡丸，下一集播出。我挑选了一只最小的火鸡，大约还有5公斤。现在我们把它的鸡翅和鸡腿给取下来，把翅尖扔掉，据说毒素都集中在这个位置，对身体不好。鸡腿和鸡翅都要在加了姜的开水中煮过，去掉血水备用。这就是我用了10年的卤水老汤，今天就用它来卤这个火鸡腿。在视频的后面我会接着介绍怎么储存这个卤汤，到下次再用。下面是所有要加的香料和调味品：陈皮、桂皮、八角、干辣椒、茴香、香叶、花椒、葱、姜、蒜，1大勺盐，2大勺老抽，200毫升料酒，2大勺红糖。现在我们把卤汤倒进锅里，加进所有的调味品和香料。如果没有老汤的话，也可以用2升清水，将所有的调味品多加50%就可以了。现在用大火煮开15分钟，将鸡腿和鸡翅加进来，用小火焖煮。顺带着卤一批鸡蛋，鸡蛋煮熟后用冷水冷却，然后端起锅子摇晃，让里面的鸡蛋互相碰撞，那么壳就会自行脱落，让我们节省了剥壳的时间。现在鸡腿已经焖煮了45分钟，我们现在把鸡蛋给加进来，然后再煮15分钟。关火后，将鸡蛋和鸡腿继续浸泡在卤汤中至少4个小时。这4个小时很关键，不能省略。这时候的鸡腿味道是特别好的，我是等不及用刀切，直接用手撕了。现在我们来处理老汤，先将老汤过滤。因为汤已经冷却了4个小时，所以呢，现在那些表面上的油脂都可以过滤掉大部分。剩下的油脂要等它冷却之后再次凝固，再来处理它。密封好，盖上盖，放进冰柜至少4个小时。4小时后的老汤还没有完全结冻，但是表面上的油脂完全凝固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很容易把表面上的油脂去掉。去掉油脂后的老汤，在密封好以后放进冰柜，可以长期保存。
下次要用时直接化冻，加入香料和调味品就可以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Living Sky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